如果你怀疑你是子宫内膜癌，或者医生怀疑你是子宫内膜癌，千万不要用子宫镜，应该使用扩刮术，因为你的内膜癌可能在这个角落，可能在这个角落，万一这里面有癌症，你很有可能在做子宫镜手术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那个水压过强，把里面的一些癌症组织就顺着这个输卵管就跑到身体里面去了。如果我今天只是在门诊进去随便刮一刮，最后你告诉病人你没有癌症的顾虑，这个就会miss掉，就疏忽掉你真正是癌症的可能性。子宫内膜扩刮术这个手术是值得大量推广。那我今天就很简短的稍微说明一下，什么叫做子宫扩刮术？子宫扩刮术的意义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子宫扩刮术它最大的目的是在诊断子宫内膜癌的可能，因为子宫内膜癌已经跃居男女10大癌症的第10名。过去子宫内膜癌并没有那么多见，为什么最近现在越来越多子宫内膜癌呢？实际上我觉得可能跟妇女朋友的一些心态有关，大家都觉得可能要切除子宫是一件很不得了的大事，所以呢大家都尽量希望保留子宫。我觉得这个想法正确，我完全也赞同这个意见。但是什么情况之下你要做子宫扩刮手术，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就像我刚才在看门诊的时候，有个上个礼拜做完子宫扩刮手术的病人，今天回来看病理报告，他的病理报告就写的子宫内膜癌。那我们刮内膜是指这个是子宫，它的内膜就是你看中间这是粉红色的地方，就是子宫内膜组织。那我们一般做子宫扩刮手术是从阴道进去，用一个刮石先把子宫颈先把它撑开一点，我们用一些 dilator 就扩张，就把那个子宫颈稍微扩张一点点，然后我们用一个刮石，我们叫 curate 进去把它的子宫内膜，在刮的时候你要全面性的刮，并不是只在中间用一个东西刮一下取一点样，因为子宫内膜癌它的遍布可能是范围很大，所以你要刮的地方应该是子宫内膜的每一个角落，甚至死角，你要进去刮到右上方、左上方，然后下面、上面，要全面性的一个扩。因为你晓得诊断，你只要今天刮出来，万一没有刮到它最严重的地点，可能出来你没有得到任何你的目的。那这个手术过去非常非常多，但后来为什么变得比较少呢？因为现在的年轻医师都很喜欢做子宫镜手术，但是你要想想看，假设你今天是子宫内膜癌，子宫镜我们通常是要打水进去，然后进去用子宫镜去切那个内膜，但是万一这里面有癌症，那你在打水这个过程中一直有一个压力，它那个压力很强，然后我们有一个镜子伸进去，才看得到你子宫腔完整的每一个角落。万一这里面有癌症，你很有可能在做子宫镜手术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那个水压过强，它可能把那个水压把里面的一些癌症组织就顺着这个输卵管就跑到身体里面去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怀疑你是子宫内膜癌，或者医生怀疑你是子宫内膜癌，千万不要用子宫镜来做这个步骤，应该使用扩刮术。扩刮术做的过程可能要比一般只是随便刮一下花的时间来讲要稍微多一点，可能前后过程大概10分钟之内可以完成，然后要全面性的刮，不是只是取一个样而已。因为你的内膜癌可能在这个角落，可能在这个角落，如果我今天只是在门诊进去随便刮一刮，你没有在麻药情况做，你可能会担心病人很痛，所以你就随便刮2下就出来了，最后你告诉病人你没有癌症的顾虑，这个就会有可能miss掉，就疏忽掉你真正是癌症的可能性。当然另外还有一些万一里面有一点息肉，通常我们刮的时候，如果你前面很彻底的给它做一个内膜的扩刮术，那些息肉也会被刮得很干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碰到这种扩刮手术，因为它是在麻醉的情况，我们叫点滴打一个点滴，这个叫舒眠麻醉，大概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但是你做的过程中一定要很有责任的把它做到非常彻底，不能只是进去刮2下取个样就算了。这个是我强调子宫内膜扩刮术这个手术是值得大量推广，也
也希望每个医生在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如果资深的医师，你可能需要亲自做不要把这个你认为这个刮很简单嘛，可能就交给年轻的医师，没有太多经验的医师去做。当然，他有可能出现的问题是，如果太年轻，他没有一个足够的经验，你有时候在刮的过程中可能会把子宫刮破，这个就是会出大事的。虽然是一个门诊小手术，但是也要用很严谨很慎重的心态去做这件事情。如果是内膜癌，你就可以真正刮到每一个角落就没有死角的情况之下，达到确定的一个诊断。如果只是一个子宫内膜息肉，有时候刮一刮就好也不见得需要用子宫镜做手术。因为子宫镜做手术，一方面它的收费会比较高，但是有时候我也听到人家讲说要用冷刀刮，讲起来听说蛮好听的，用冷刀好像不会伤害到你的子宫内膜，但是冷刀也有它的缺点，它可能做得不够彻底，这个也是它的缺陷。因为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缺点这个也会造成一些很大的一些副作用出现。如果大家喜欢这段影片，可以跟你的朋友分享，然后甚至收藏，甚至提出任何问题。将来我们会找一个机会，把所有的问题收集起来，拍成一个完整的影片，回答每一位朋友的发问。